身后女孩故意避开与偏执男主的每一次相遇，男主前世对她一见钟情，她就故意不修边幅隐藏绝美容貌。男主喜欢不乖叛逆的，那她就成为全校成绩最好的乖乖女。只因上一世，乔英在死后才得知自己是小说里偏执男主年少时的白月光。在男主执掌财阀大权后，她被他的占有欲疯狂折磨致死。在睁眼，她意外绑定了学习就能改写剧情的系统，做完全科作业可改写原文1个字，考下全年级第1可修改原文1句话，夺得省高考状元，甚至可以自拟原文结局。获得系统当晚，乔英通宵写完作业，获得改字权限。将原文里出狱那天，陆晨走进学校，天空飘下了小雨，改写1字。于是次日一早，陆晨走进学校，天上忽然下起了小刀，救命啊！天上下刀子了！现场陷入一片混乱。陆晨皱着眉往四周看去，这是谁扔的？远处，乔英将这一幕尽收眼底。系统不能对角色造成实际伤害，这种把戏不会真搞死陆晨，但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因为原文中陆晨在校门口对他一见钟情的剧情已经破坏了。乔英是今年才被乔家找回的真千金，本来按照原文剧情会被母亲安排和养内乔悠悠一起读国际班，然后被陆晨强行要求同桌，一跃成为校花，不仅受到全校女生的针对，还不得不和陆晨纠缠。重来一次，乔英主动和母亲拒绝了国际班，来到了走高考路线的5班。此时5班内的同学们正聊得热火朝天，直到乔悠悠的走入，喧闹的教室才突然安静。现任5班班花傅雨轩一看到他，立刻摆出备战的微笑 ，Hello darling。乔英在乔悠悠身后走入教室，他记得傅雨轩是陆晨的头号爱慕者，上辈子就对自己敌意很深。不过这时傅雨轩的主要对手还是乔悠悠，平时两人交流都要比谁的英语更好。乔悠悠果然回以优雅一笑 ，Morning babe。傅雨轩视线一转，看到了后边的乔英 ，Who's she？ 乔悠悠这才切换成了中文，这是我姐姐乔英，刚从乡下接来，听不懂英语，我们还是说中文吧。他这样说完，5班人看着乔英的表情就变得有些古怪了。这又丑又土的乡巴佬还戴口罩，肯定长得很吓人，凭什么进他们精英班？傅雨轩更是不屑，那个同学，要不你去7班吧，那比较适合你。周围的同学都笑了，7班是后进班，里面的同学成绩又差又穷。乔悠悠故作不忍，怎么说她也是我姐姐。傅雨轩挑眉，什么人就该去什么地方。一时间，所有同学都看向乔英，想看看这个土包子会有什么反应。乔英却非常平静，挑了个位置把书包放好，才抬头看了眼这俩人。傅雨轩就是个傻白甜，真正挑事膈应人的是乔悠悠。乔英的容貌被口罩遮掩，只露出一双清透眼睛，她不急不恼地反问：确实，什么人就该回什么地方，你说呢，妹妹？乔悠悠愣了一秒，脸刷得白了。乔英这是在提醒她，这个假千金才该回到她该去的地方。傅雨轩不明所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乔悠悠却再也不敢继续这个话题。姐姐来5班是我妈妈跟校方联系好的，明轩你别闹了。傅雨轩不爽地翻了个白眼，而乔英已经坐在座位上翻开了课本，因为新的系统任务已经开始了，只要完成课后压轴大题，她就可以获得改词权限。乔英兴奋极了，她从没发现学习是一件这么让人愉悦的事。她沉浸在学习中，并不在意自己合不合群，就连她同桌的位置一直空着也没放心上。而傅雨轩却莫名对这个插班生很在意，一上午回头看了乔英好几次，发现她像个书呆子一样只会学习，那股敌意就被鄙夷替代。到了午休，乔英吃完饭再回教室时，班里的同学都不在，她心情不错，放心的把口罩摘了下来，继续埋头苦干压轴大题。教室里回来了不少人，依然围着傅雨轩。在一个男生进入班级后，突然有人出声调侃：林子你一上午没来，你有新同桌了，你知道吗？艳福不浅啊，用脚想都知道这是反话。宋依林不太高兴的回了自己座位，果然看见一个纤瘦的女孩，穿着寒酸的校服，正低头写题，脸被垂落的黑发挡住。宋依林虽然想吐槽，但不太好意思打扰人家学习，只好坐下来接受了现实。直到乔英把压轴大题一口气做到结尾，略微抬起头活动了一下，旁边的宋依林抓住机会拍了拍他：新同桌，你。乔英转过了脸，宋依林没说完的问号瞬间卡壳，居然是真的，艳福不浅。乔英随便看过来一眼，什么事？宋依林的脸瞬间红了，没事，可恩，我就是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你的新同桌宋依林。你好。乔英隐约觉得这个名字有些熟悉，但又想不起来。为了不节外生枝，他还是继续把口罩戴上了，而后抬眼看向同桌，目光盈盈，当你没见过我，行吗？行。宋依林心跳砰砰，这必须行啊。乔英继续埋头做题。就在这时，教室后门忽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：宋依林，出来。少年声音冷淡，一如记忆中的当年。乔英瞳孔骤缩，在这道声音的刺激下，他终于想起了宋依林是谁。他是陆晨的朋友之一，他的跟班。乔英无法预料陆晨在看到自己会不会发生什么事，但一定不是他希望发生的事。身旁的宋依林应了一声，正准备起身，乔英立刻提笔，飞快验算压轴题的最后一步，大脑在高速运转，算出得数。第一，恭喜宿主，任务完成，解锁下页剧本，获得改单词权限。乔英迅速浏览下一页的剧本。此刻，陆晨站在5班后门，看向宋依林这边。傅雨轩看见他，满脸娇羞地站起身，走到陆晨面前，递上亲手制作的礼物。而宋依林已经离开座位，乔英瞬间失去了遮挡，他几乎察觉到一股熟悉且带着压迫感的视线正缓缓落在他身上。乔英立刻移动光笔，把礼物这个词划掉，他需要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引开陆晨的注意力。下一刻，乔英把这个词改成了炸弹。班级门口，傅雨轩已经站到陆晨面前，害羞地伸出双手：陆晨，这是我亲手做的，送给你。忽然，教室寂静了，陆晨垂眸，深黑的瞳孔盯着他手上那个呲着火花的东西。过了好几秒，他才镇定开口：早上扔刀片的也是你啊！炸弹！救命啊！5班人顿时一片混乱。乔英趁机绕着墙角离开教室，傅雨轩拖着那个东西，直接吓哭了。刚走过来的宋依林也吓得不轻。陆晨仔细看后冷淡道：是假的。果然，火星烧到最后，咔嚓一声灭了，仿佛一场恶作剧。傅雨轩差点瘫在地上。宋依林一脸呆滞，早上那刀片也是假的，但他们都非常逼真，第一眼足够唬人。以陆晨的身份，但凡在学校里出点事，校董都得给陆家赔罪。而且陆晨本人又是出了名的不好惹，到底是谁在挑衅他？陆晨目光微沉，视线扫向宋依林身后，你旁边坐人了。宋依林想起同桌绝美的脸，下意识就想炫耀，但忽然又想起同桌对他的交代，于是生生忍住了。是做了个新同学。
学，再回头一看，座位已经空了。一节课后，乔英趴在天台的墙沿上，目送因为接连被暗算而提前回家的陆晨坐车离去。从外表上看，现在的陆晨清冷金贵，完全看不出他以后会变成疯狂偏执的变态。乔英决定，这口罩他暂时是不能摘了。所谓一见钟情，说到底不过是见色起意，只要陆晨看不见他，就不会产生想法。另外，他还需要更加努力的学习，不仅为了改写剧本，也为了自己光明的未来。乔英转身离开天台，远处车内的陆晨忽然转头看向窗外，往教学楼顶看去，而那里已经空无一人。乔英回到教室，发现没一个人在，查了一下才知道这节课是公共大课，要去阶梯教室上，其中竟然还包括国际班。幸好陆晨回家了，不然他还得请假翘课。乔英找到阶梯教室，悄无声息地在后排找了个位置坐下。上课铃响过，教室后门忽然被人推开，乔悠悠姗姗来迟。在众人的目光中，乔悠悠看向角落里灰扑扑的乔英，姐姐怎么不往前坐？我和你一起坐吧，课上你有不会的可以问我。乔英看了他一眼，不置可否。耳边响起同学们捧高踩低的声音，乔悠悠就是人美心善，那就是乔家从村里接回来的女儿，好土啊！听着他们窃窃私语，强烈的优越感涌上乔悠悠心头。他想，乔英现在肯定如坐针毡，但实际上乔英早就习惯了别人的关注。前世他刚转校就成了校花，后来又被陆晨纠缠，在学校里一举一动都被人注视。重活一次，乔英无比平静，他继续拿出习题，心无旁骛地做了起来。一个女生忽然说道：“等会儿老赵肯定要点人做今天的压轴题，你们说那土包子要是被点了，会不会哭啊？”几人想象起乔英被戳穿学渣身份的样子，顿时笑作一团。一边的乔悠悠也偏头瞄向乔英，看到他在做压轴题，差点没笑出声。他之前生怕接回来的姐姐太优秀，特意打听过她的成绩，得知乔英在那个镇里的中学都考不进100名，才放下心来。果然在这堂课结束前，数学老师讲到了压轴大题，还提问有没有人想上来试试。习题是校方自命题，课后也没给答案。这题很难，谁也不想在公共课上出糗。没有同学主动的话，我可点人了。傅宇轩和几个5班人都在祈祷点到乔英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响起：“老师，我愿意试试。”乔悠悠微笑着举起了手。数学老师很高兴：“来吧，到黑板上坐。”傅宇轩在底下十分不爽，他就知道乔悠悠不会放过当众出风头的机会。可惜乔悠悠的风头没能出成，做到一半他就卡住了。数学老师乐呵呵的：“想不出来了，我再点个人试试。”他顺着名单扫了一圈：“乔英同学，你来试试。”整个教室的目光瞬间刷刷的往后。好戏来了！乔英突然被点，下意识往右边看了一眼，右边坐的同学立刻把头撇向一边，假装没看到。你们看到了吗？哈哈，他慌了，还想问别人。乔英无语，他其实是想问一下，被老师点名后是需要上去做题，还是直接回答就行？毕竟答案已经在他心里了。讲台上的乔悠悠也看到了乔英的反应，他解不出题的尴尬顿时被缓解。老师，我姐姐她不会。乔英才懒得听他茶言茶语，干脆坐着直接回答，分别验证 L1、L2 与 C1 的公共点，可得 K 等于4/3，所求方程为 Y 等于3/4x2。乔悠悠瞬间一愣，傅宇轩几个人也迟疑了一下，别说他编的还挺像回忆式，却不想下一秒，只听数学老师满意道：“不错，回答正确。”乔英居然答对了，是阶梯教室引起了小小的骚动。傅宇轩非常不爽，台上的乔悠悠也呆住了。下课铃一响，乔英就起身走人了。傅宇轩走过来问乔悠悠：“刚才那题真是他自己做的？”乔悠悠心里一动，声音不大不小：“网上可以查到答案的。”傅宇轩莫名松了口气：“切，我就知道，长得不行，品味又差，还想让别人以为他学习好呗，让他装，等考试时就现原形了。”宋艺林听完他们的对话，一脸迷惑：“乔英长得不行吗？而且网上真有答案吗？怎么他就搜不着？”第二天，乔英需要熟练背诵5篇文言文，完成后才有改单字的权限。一直到当天放学，乔英还只背完了70%，做题他可以，背课文永远是他的痛。然而回家后就是乔家和顾家的庆功宴，市里有头有脸的家族都会派人过来。他要是再碰到陆晨怎么办？晚上8点，乔石和顾秋泽身为2家的长子，隆重登场。好不容易客套完，乔石走向乔夫人问道：“妈，小英已经回来了吗？”乔夫人点头：“回来了，等会儿你记得去看看妹妹，她和我们还不太亲。”乔石忽然打断：“妈，我哪讲有庆祝宴？小英回家了，怎么没有欢迎宴？”乔夫人怔住了，乔石却没再说什么，朝自己的好友走了过去。顾秋泽淡笑开口：“你都念叨他一路了，怎么不去看他？”乔石深吸一口气，回来的飞机上，他做了一场梦，梦里他看到几年后乔家会破产，父母疲于奔命，家里养了10年的乔悠悠却转身投靠其他豪门，而他的亲妹妹被陆晨那个混小子囚禁，每天生不如死，却还想着帮助自己创业的公司。那一幕幕太过逼真，梦里他没能见妹妹最后一面，悲痛的直接醒了过来，之后就念叨了一路要回去看妹妹。乔石走出去2步，又回身看顾秋泽：“你也来？”顾秋泽不解。乔石想，如果梦里都是真的，那自己的好朋友对妹妹有意，这辈子他一定要赶在陆晨之前努力撮合顾秋泽和乔英。顾家是后来唯一能勉强和陆家抗衡的世家，要是能撮合成功，妹妹就不会再落入陆晨手里。这时乔悠悠带着姐妹走过来：“哥哥，我的朋友们都想认识你和秋泽哥呢。”乔石想起梦里他的视力，神情平淡，只是问：“小英呢？”乔悠悠愣住了，他身后的几个女生也愣住了。不是说乔石学长只疼乔悠悠的吗？怎么见面第一句却要见那个乡巴佬？乔悠悠脸色发白：“他在楼上。”房间门被敲响时，乔英刚刚痛苦的背完《离骚》，终于解锁下一页的剧本，获得了改单字权限。听到敲门声，乔英还没来得及看下页剧本，就去开门了。看到门外的乔石，他有些惊讶：“哥哥。”乔石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一声哥哥，瞬间竟有点激动：“你还认得我？”乔英点点头。乔石摸了摸他的头：“出来吧，哥哥带你吃东西，顺便认识一些新朋友。”乔英有些奇怪，前世他哥好像是过了一阵子才和他熟络起来的，不过见到哥哥他还是很高兴。然而一出门，看到乔石口中的新朋友，乔英顿时心情复杂。顾秋泽一看到他出来就双眼一亮，然后友好的笑了。顾秋泽五官俊朗，前世乔英虽然没有喜欢上他，但也反感不起来。可是陆晨很讨厌他，顾家长子和陆家独子从小到大都被世家拿来比较的。陆晨对顾秋
秋泽的厌恶甚至毫不掩饰，这份厌恶后来也发酵成了他对乔英近乎病态的占有欲。只要和顾秋泽有接触，陆晨都会出现，让他吃到苦头。乔是兴致勃勃地介绍，这是顾秋泽，比你大1岁，是哥哥的同学，模样尚可，人品不错，在家里是长子。顾秋泽打断他，闭嘴吧你。他转向乔英，微微一笑，你好，我是顾秋泽。乔英抿抿唇，告诉自己一切都不一样了。这1年他们认识的时候，陆晨都还没见过自己。你好，我却不想他刚说了3个字，楼下大门忽然被人推开，乔英心里腾起一种不好的预感。下一刻就听到有人惊喜道，这不是陆少爷吗？乔英连忙加载出新获得的剧本，发光的书页摊开，乔英赫然看见剧本里陆晨来了4个大字，他顿时后悔没有看完剧本再给哥哥开门。更可怕的是，剧本里还有一句，少年提着礼盒走入玄关，弹幕的视线往上一扫，看到2楼站着的顾秋泽和他旁边的乔英，乔英心惊肉跳，立刻把光笔键移到陆晨来了这句话上，他要怎么改？陆晨死了，陆晨完了，陆晨绝了。可系统并不能对原书主角造成实际伤害。就在陆晨即将越过玄关的瞬间，乔英忽然灵机一动，提笔把来字划掉，改成了走。于是在楼下，众人刚热情地上前欢迎陆少爷，紧接着他们就看见陆晨冷漠地走了进来，放下礼盒，然后转身就走了。大门关闭，徒留原地的众人一脸茫然，这陆少爷还挺高冷。大门外，陆晨静静地站了一会儿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，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走，只是方才他似乎看到乔家2楼的围栏边，顾秋泽的身后有个女孩，她露了小半张脸，给人的感觉是那种乖巧木讷的女生，但却好像有种莫名的吸引，让陆晨一眼就看到了她。另一边，别墅2楼的乔英偷偷松了口气，她一侧头，却发现自己哥哥也是一副结束战备状态的样子。明明在前世，哥哥这个时候对陆晨还没什么意见。顾秋泽对乔英笑了笑，你们年级的名人，认识吧？乔英毫无波动，不认识，不同班。乔是表面冷静，内心却一喜，妹妹没和那个混账分到一个班，安全了不少。当晚，圈里知情人都在猜，一向高冷的陆晨怎么会突然在乔家的宴会上露面？而在这次陆晨的突然出现后，乔英养成了完成学习任务后就立马看剧本的习惯。让他高兴的是，连续1周都没有看到陆晨这个狗男人的身影。直到又过了2天，他的同桌宋艺林，也就是陆晨的跟班，突然去了趟国际班。回教室的时候，宋艺林发现难得乔英心情不错，主动上前搭话。乔英转头望来，对视上他那双明亮的双眼。宋艺林莫名有丝紧张，那个，你们乔家那天的宴会上，你看到陈哥了吗？提起陆晨，乔英顿时冷淡。谁？宋艺林惊讶。陆晨啊，我们陈哥，你别说你不认识，我需要认识吗？宋艺林差点呛到，那下回我给你指一下陈哥，你可能是没碰见过他。陈哥最近被他家老爷子叫到公司处理公务去了。乔英原本没什么反应，直到听到最后一句，忽然笑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他一笑，清澈的瞳孔漾着莹莹的光，有种蔓延开的美感。宋艺林失了声，一瞬间被晃住了眼。等乔英高高兴兴地拿着书走出去了，他才回过神，慢了半拍的继续说，然后他今天回来了。乔英拿着笔记走出教室，打算上天台去背一遍，却不想还没走到，他忽然觉得氛围有点不对劲。天台平时没什么人，今天却每个角落都有人，看到他来，还用一种带着敌意的目光瞪他。乔英很疑惑，难道最近大家都爱上在天台背书了吗？正想重新找个清静地方，他的余光却瞥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。他缓缓转头，就看见那个据说被叫去公司处理公务的人走了过来。乔英下意识的一哆嗦，宋艺林竟然唬他，还好他现在戴着口罩，穿着校服，非常的不起眼。而且这块这么多女生在等陆晨，他8成都注意不到自己。乔英目不斜视的与他擦肩而过。陆晨原本走得漫不经心，却忽然在某一瞬间嗅到了一股淡香，那种香味很别致，有股微妙的宿命感，让他心口莫名一滞。陆晨停下脚步，回身去看，咦，他一出声，周围女生纷纷跟着回头，然而身后已经空无一人。是夜，刚做完全科作业的任务，乔英翻看起解锁出来的新剧本，剧本内容是陆晨晚上做了场梦，梦里下着细雨，陆晨看到一个女孩的身影，他不受控制的朝那她走过去，想按住她的肩。乔英看完，止不住的冷笑，然后在梦前面加了个恶字。于是陆家别墅内，陆晨刚洗漱完躺下，不知怎地就想起了白天闻到的那阵淡香，他渐渐陷入睡眠。梦里下了一场雨，有一道纤细的背影，让他感觉到一种难言的心悸。他跟上去想要叫住她，却不想女孩回头，赫然露出一张狰狞的脸。陆晨被直接吓醒了。第2天刚到学校，乔英就开始了新的任务。他隐约感觉到，随着每次学习任务的完成，任务难度似乎在慢慢升高。这一次系统给到的数学题明显难了不少。乔英一时想不到解法，打算去请教一下数学老师。他走后，5班教室里的几个人扑哧笑了，没看错吧？咱班大学霸是去找老师问题了吗？乔英走进数学办公室，找到在5班任教的数学老师，礼貌地叫了老师好。王老师是那种很典型的女教师，喜欢好学生，对差生和没印象的学生态度很一般。这个转学生就明显属于后者，一天到晚低着头，还戴个口罩。乔英拿出自己的卷子，我有一道题想问你。王老师一看，这是卷子里最难的压轴题，别说这个转校生了，就是年级里的尖子生都很难做出来。他再一看，这学生整张卷子都是空白的，居然就只做了这道题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前面的都没做，就来问最后一道，你能保证前面的全对吗？对乔英来说，其他题目的确简单，他不是不做，只是任务在身，必须先做这道题而已。乔英正要说话，身后忽然传来一道声音，乔同学原来已经厉害到这个水平了吗？这道题我连思路都没有呢。王老师一看是班里的好学生，神色柔和了许多，你别跟他学。乔英默默收起卷子，看样子他在这个老师这里是问不到了。他的视线在办公室内扫了一圈，只剩另一个老师在场，想了想，他还是拿着卷子走了过去。老师，打扰一下，能不能问您一道题？那老师不认识乔英，也不知道他的水平，接过卷子后，先看了看乔英的解题步骤，顿时一脸惊讶，这女生笔记工整，不
步骤清晰，能看出很好的底子和思维能力，而且这道题的难度已经远远超纲，他的解法甚至超过了高2的知识范围。老师顺着乔英的解题思路继续给他往下讲，可惜才讲到一半，上课铃声响了。乔英虽然遗憾，但也不好耽误人家上课。而那老师看他思维敏捷又乖巧，心里喜欢，来，你跟我上我们班，我去把课前小册发下去，再接着给你讲完。乔英眼睛亮了亮，谢谢老师。直到乔英看着国际班后门的班牌后，他笑不出来了。那名老师回过头，友好的招呼他，没事同学，别害怕，进来吧。乔英抿了抿唇，只得硬着头皮跟老师进去了。他经过的地方带起了一小阵风。片刻后，趴着睡觉的陆晨直起了身子，他又闻到那股淡香味了。乔英和老师站在讲台前，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题目上，只有做完了题，他才有权限继续改命。国际班的人天天都能看见各种找机会接近陆晨的女生，大家都心照不宣，没人注意到角落内的陆晨坐直了身子，看向了讲台上的那道身影。乔英如芒在背，终于在老师给他讲完最后一步后，他真诚道了谢。乔英转身就走，他得赶快回到教室把题目完成。国际班的人纷纷调笑，都觉得这女的根本就是来看陆晨的，不然谁会问别的班老师题目？只可惜陆晨不可能对他产生任何兴趣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教室后方有人推开教室门走了出去，紧接着乔英就听见身后一道冷冽的声音：“等一下。”乔英想装作没听见，可少年几步就追了过来。乔英只好回过头：“请问有什么事吗？”陆晨垂眸问：“你用的是什么香水？”乔英不自觉汗毛竖起，死去的回忆涌上心头。他犹记得在前世，他喜欢箍着他的腰，在他的颈间深深的嗅，声音嘶哑地说：“好香，什么香水？”此刻他忽然意识到，冥冥中有些事人会顺着既定轨道走，他没法彻底躲开，那让他讨厌自己岂不是更快？他知道陆晨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，前世的乔英张扬不驯，处处和他反着来，却反而合了这个死变态的心理。那这一世，他就做他最不喜欢的乖巧好学生好了。乔英声音乖顺，目光困惑：“同学，我不懂什么香水的。”陆晨本来也觉得自己冲动了，他点了点头，又不经意的抬眼，却撞进了他碎发下那双清澈的眸子里。明明他戴了口罩，规规矩矩的站着，看起来像是个小书呆子。陆晨对这种人没兴趣，但不知道为何，心脏像是被一根软刺轻轻的扎了一下，蔓延开一股难以言说的酸涩。他问道：“你认识我吗？”乔英暗暗磨了磨牙：“何止认识，我连你人鱼线中间有颗痣都知道。”但他表面上只是怂怂的摇了摇头：“不认识的。”陆晨想着算了，他难为一个小呆子做什么？乔英低垂着头离开，陆晨目送他转过拐角，才收回目光。而国际班内，从陆晨走出教室开始，同学们就炸了。天，陈哥是和那女的说话了吗？他不是乔家从村里接回来的土包子吗？这个消息迅速传遍全校，有个女生跑到高2国际班去问问题，然后单独和陆晨说上话了。一整节课，5班教室内都不断有人回头怒瞪乔英。宋艺林偷偷问乔英：“你为啥和陈哥说话啊？”喜欢他的女生很疯的。乔英捏笔的手指一阵用力，是他找我说话。但宋艺林的表情显然是一点都不信。下课铃响起，傅宇轩怒气冲冲走了过来：“喂，你和陆晨说什么了？”乔英抬了抬眼：“和你有关系。”傅宇轩没想到他是这种语气，你是不是缠着他了？不然他怎么会理你？你到底说了什么？乔英似笑非笑的看着他：“你以为我是你吗？”傅宇轩气炸了。乔英淡漠的站推开他离去：“你这么想知道，问陆晨去啊。”当晚全校的匿名论坛里就有人开了个帖，扒一扒那个跑到高2国际班问问题，还和陆晨搭话的千金小姐。陆晨2个字自带流量，帖子一发出来，瞬间就有无数跟帖。渐渐的，吃瓜群众给陆晨安排出了一个合理的理由，他们都觉得那个土包子手段很高明，故意拿了道很难的题到国际班去问，讲题时才引起了陆晨的注意，所以陈哥一定是和他在说那道题。就在帖里的吃瓜群众们好奇着，难道乔英真是个大学霸时，一直密切关注着帖子进展的乔悠悠露出了笑容。于是几分钟后，正在怒骂乔英心机的傅宇轩就收到了一条匿名邮件。很快论坛里空降一个新帖：快来看看乔家学霸千金的成绩单。主楼图上是 C 镇一中某班的成绩单，乔英的名字赫然在列，总成绩400分，年级排名303名。顿时引起众人怒斥，实锤了，乔英是个心机婊，装学霸去引起陈哥的注意。匿名论坛内大家畅所欲言，不停地攻击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陌生同学。在高2年级大群里，这张成绩单迅速地传播开，所有人都在吃瓜。就在这时，群里忽然弹出一条新消息，来自陆晨，帖谁发的？年级群瞬间又炸了。这边乔英刚完成今天的学习任务，解锁了下一页剧本，获得改单字权限。乔英看了剧本才知道，学校论坛里关于他的帖子已经被骂出花来了。突然手机收到了哥哥发来的信息：小英，别听网上那些，交给哥哥处理。乔英有些意外，这一世哥哥的关心来得猝不及防。乔英知道他重生前成绩是不好，那张成绩单的确是他的，一想就知道是乔悠悠搞到的，发了也就发了，他倒不在乎这个，但他现在被针对，不对回去，对不起他的系统金手指。很快，乔英移动着光笔，落在剧本的某个字上，把匿名的逆划去，改成了实名。于是当晚，校园论坛崩了1秒，1秒后，美楼的头像下边突然显示出了账号大名。正拿着手机疯狂输出的傅宇轩猛然发现，他匿名贴头像下边赫然出现了自己的名字。下一秒，他的帖子就被人回复了：陆晨艾特傅宇轩，楼主，你是傻叉吗？吃瓜群众们又炸了，天呐，陈哥直接手撕金分白莲花，傅宇轩不是一直想让陈哥记住他的名字吗？这次终于记住了。另一边，乔悠悠在得知论坛抽了的瞬间，无比庆幸自己把照片发给了傅宇轩，没有亲自出手。但他一口气没松完，忽然意识到自己在楼内也发了不少言。某同学立刻扒出他的回复：没人发现吗？如果傅宇轩是金分小白莲，那乔悠悠就是盛世大白莲啊！在同学群里他发：你们不要嘲笑我姐姐，我一定会帮她学习的。转头又在帖里回：学习差就不要装学霸，装了学霸就躺平任人嘲吧。2张截图发出，乔悠悠被当众打脸。又有人提到：我觉得你们还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，乔英的成绩单到底哪来的？
此刻，刚才对乔英的各种嘲讽，现在全都朝向了乔悠悠。乔悠悠干脆选择装死，他现在只希望哥哥和乔英都没有看论坛，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。可但他刚刚这样想，哥哥乔石就给他发来了信息：明天向小英道歉，这件事我会如实告诉爸妈。哥哥竟然会向着乔英，乔悠悠的心彻底凉了。次日，高三国际班教室内，听到乔石说了昨天的事后，顾秋泽轻叹了口气，昨天那已经算网暴的程度了，他还挺担心乔英的。小姑娘看起来漂亮又安静，被人欺负了都没法还手。乔石蹙着眉，过了片刻站起来去看看她。这次顾秋泽自觉地跟了上去。而此刻高二国际班内，陆晨也在想同一件事，这事说到底是因他而起。陆晨默念了2遍乔英的名字，脑海里浮起她那双清澈的眼睛。他那样的乖学生会被骂哭吗？片刻后，陆晨想，他好像该去道个歉。虽然那女生似乎并不想和他说话。陆晨起身离开教室，往5班的方向走。刚转过拐角，他就看见了那道身影。陆晨顿了顿，刚想再上前，就看见乔英身前站了人。顾秋泽在乔英面前微微低头说了什么，然后摸了摸她的脑袋。乔英依然戴着口罩，乖地点了点头，然后似乎笑了起来。陆晨远远地望了一会儿，他沈笑一声，转身就走。他和别人说话不是挺正常的吗？午休时，乔英独自趴在天台边背了一页6级单词，却不想一道清冷的少年音在身后响起：“你还好吗？”乔英猛地回头，因为太过着急，袖子戴到脸上的口罩滑到了鼻尖。陆晨心口蓦地一滞，乔英连忙扣好口罩。陆晨回过神，吸了口气：“上次我应该和你道个歉。”乔英心里想：难道这就是男主光环吗？这狗男人怎么总是出现？他压根不想和他产生交流，脑中加载出下一页剧本。陆晨看着沉默的乔英，忽然开口问：“为什么戴口罩？”而乔英低了低头，依然没有回答。许久之后，陆晨蹙眉：“你。”短短一段剧情，全是对话。乔英来回看了几遍，居然没找到可以下手的地方。乔英忽然灵光一闪，他没法结束对话，但可以让狗男人来结束啊。于是他移动着光笔，把陆晨那句“你”一划掉，直接改成了“滚”。陆晨注视着他，他想问：“你很讨厌我吗？”然后他薄唇微张，忽然说了个“滚”。空气静默，陆晨怔住。而这一次，他眼前的女孩终于有了反应，她受惊似的往后退了退：“对不起，我这就走。”陆晨又沉默了。乔英直到跑出好远都还在笑，他简直是运筹帷幄。几天后，期中考试即将来临，乔英学习更拼了，因为在这次期中考试中取得年级第1，他就可以获得改单句权限，直接可以改掉一整句话。接下来的1周，乔英学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，也因为他整天待在教室里，放学立刻就走，好一阵没有遇上陆晨。临考前一天，学校贴出了考场座位表，座位顺序是按上学期期末成绩排的。乔英没有成绩，所以在最后一个考场，他扫了一眼，还在这个考场里看到了陆晨的名字，位置就在他的座位后边。陆晨向来不参加年级考试，才会和他一样没有成绩，被分在最后的考场。思及此，乔英松了这口气。既然这样，这次的期中考试，陆晨肯定也不会来。而就在当晚，陆晨和朋友们出来吃饭，等上菜的过程中，宋艺林问陆晨：“晨哥，你明天去考试吗？”陆晨神色散漫：“你问这做什么？”宋艺林随意提到：“我看到我同桌的座位在你前面来着，想着你不是挺讨厌他的吗？万一去了怕惹你生气。”陆晨神情一顿，许久之后，他忽然开口：“我讨厌他。”宋艺林疑惑抬头，陆晨低笑一声：“恰恰相反好吗？”第2天考试，乔英走进倒数第1的考场时，有几个女生期待地伸了伸脖子，然后又失望地垂了回去。乔英扫了一眼，很好，陆晨没来。考试开始，老师抱着密封卷走来，后门却忽然被人推开了，教室里的女生们立刻骚动起来，而乔英感觉到身后飘来一股清冽好闻的味道，身体记忆提醒他，这是陆晨的气息。陆晨坐下来后，看着前桌的清秀背影，察觉到他有一丝僵硬，他忍不住靠近了一些：“快传卷子啊，同学！”乔英在心里骂他，面上却也只好规矩地传卷子。他一转身，陆晨的视线就落在他脸上，距离很近。乔英心里默念：“狗男人看什么看？”他很快转回身做题，终于在刷完前12道选择题后，乔英获得改单字权限，系统加载出下一页的剧本。剧本上这样写着：陆晨并不做卷子，他单手撑着脸颊，在考场里坐了2小时。思索片刻，乔英把做字划了，改成了睡。几分钟后，乔英明显感受到身后那道让他心颤的视线消失了，而他也终于顺畅地做完了试卷。回家后，乔父得知2个女儿期中考，他们表现得很重视。乔悠悠撒娇着说：“我这几天都认真复习到12点了，努力一定会有回报的。”乔父满意的点头，不愧是我们乔家的女儿。虽然悠悠是养女，但这个养女很争气。乔英看着这副父慈子孝的场面，一脸平静，只有坐在旁边的乔石微微蹙眉。于是，在乔英睡前，乔石敲响了他的房门：“妹妹，考试别放心上，你考成什么样都没关系。”“好的，哥哥，我会尽我所能。”虽然哥哥很暖心，但连哥哥都觉得刚被从乡下接回来的妹妹考不出什么好成绩。乔石笑了笑：“不怕，明天哥哥找个学神给你蹭欧气。”次日一早，乔英就在考场外看到了顾秋泽。顾秋泽抬指在他额头上嘘嘘一点：“欧气有了。”乔英轻轻俯身：“多谢施主。”顾秋泽一怔，被他逗笑了：“考试加油。”乔英和他道别后转过拐角，刚加的油立马漏了一地，因为陆晨正站在教室门口，深深地朝他望来。狗男主心情不好。乔英垂下眼，低头往教室里走。陆晨简直笑了，这是在怕他，和别人有说有笑，看到他就当没看见。他长这么大，还是头一次这么被人不待见。乔英，陆晨第一次叫了他的名字。乔英脚步一顿，陆晨的声音压得很低：“我今天不进去，你好好考，我对你没有恶意。”乔英终于抬眼看向他，这是他第一次安稳地把目光放到他身上。陆晨下意识屏住了呼吸，顿了半晌，他转身离开。他心脏狂跳，离开时几乎有些仓皇。这一天的考试终于结束，出成绩当天，5班人都非常紧张。下午第1节是英语，等老师一进教室，几个男生就叫唤上了：“老师，题也讲完了，您快说成绩吧。”英语老师笑容满面，这次的成绩是真出乎他的意料，但最让他惊讶的是那个总是戴着口罩的不起眼学生。这次英语成绩考得非常不错，而且单科第1就在我们班，是全年级唯一的满分。满分！刚刚还得意地说自己对完英语答案只错了2题的傅宇轩笑不出来了。这个班里谁能比他考得还好？而此时，乔英的大脑里响起了系统音：英语单科第1成就达成，获得改单词权限1次，目前年级第1任务完成度15%。下一刻，英语
英语老师的目光落在乔英的脸上，那个满分就是我们班的转学生乔英同学，大家鼓掌。因为太过惊愕，全班根本没人鼓掌，所有人都处于巨大的冲击当中。怎么可能？他转学之前的成绩单上英语根本没及格吧？表情最难看的就是傅宇轩，英语一直是最让他自傲的一科，谁知转头就杀出来一个满分，还是那个村里来的土包子。所有同学都在想乔英到底怎么考的，几乎下意识的大家都想到了那个方面，但没人明说。傅宇轩一声冷笑，有本事抄个第一出来。乔英并没有理会班里的窃窃私语，而是琢磨着自己的改单词权限怎么用好。下节是语文，语文老师直接把所有人的卷子发了，有人惊呼姜岩语文138这么高，语文老师微笑，姜岩同学是年级单科第一，很不错。众人闻言莫名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。傅宇轩考了132，也很高了。他转身看向乔英，他低着头，不见有什么喜色。乔英这次考了135，在他的预估范围内。最后一节是历史课，历史老师带着文综3科的成绩一起来了。老师干脆道：历史最高分95，政治你们班最高98，地理最高94，都考得不错。他每说一科，底下就有人欢呼：我是历史最高，哈哈哈！地理是我，哇哇！政治是我。这其中没有一声是乔英发出的。5班同学们这次彻底放心了，直到快下课，才有男生想起来问老师：这次综合第一是谁？历史老师嘿嘿一笑：你们班有个同学是地政3科每科都是第2，综合总分比第2名高了10几分。这么厉害，是谁啊？历史老师的目光扫了下来，我也想认一下这位同学的脸。乔英同学坐哪啊？他话音一落，全班哗然，所有人集体回头，而乔英只是淡定的举起手。这里。这节课下课后，全班出奇的安静，还剩最后一科数学。本来所有人都无比期待，可现在他们忽然生出了一种恐惧，万一那个他们一直看不起的土包子真的是个学霸。傅宇轩心态已经快崩了，直到他看见乔英折起了什么东西往书包里塞时，他脑袋一热跑了过去，一把扯住乔英的包：你是不是作弊了？乔英早料到他会作妖，却没想到这么突然。他脑中一边加载出下一页剧本，一边扯回自己的包。5班人一听动静，目光全部聚焦了过来。乔英浏览了一下剧本接下来的内容如下：傅宇轩不放手，大声告诉全班，我刚才看他偷偷摸摸的藏了一张什么东西，你成绩这么异常，是不是准备了小抄？让我翻一下包，有小抄谁会留到现在啊？乔英无语死了，他刚刚放起来的是一页笔记，上面的确记了文综考试的重点，本来拿出来也没什么，但他在此刻改变主意了。傅宇轩抢过他的包，从里边掏出一张纸，就是这个，上边还有这次的考点呢。乔英移动光笔改了这段其中一个词，于是下一刻，傅宇轩从书包里掏出了一张烙饼，看，就是这个。众人一片沉默，这特喵不是大饼子吗？这次胡一的目光转移到了傅宇轩身上，怎么看都像是他在嫉妒下自导自演的闹剧。乔英真诚地说：有病快去治吧。傅宇轩正想辩解，数学老师抱着卷子来了，大家这次考得很不错，特别是有一位同学让我改观十分大。全体5班人心里升起一阵不祥的预感，乔英同学数学满分。傅宇轩的心态终于彻底崩溃，而后哭着跑出了教室。另一边，国际班内一个同学笑着对乔悠悠说：我刚才看到傅宇轩哭着跑出去，估计是考砸了。乔悠悠面露惊讶，心中却暗暗喜，他这次考得很不错，爸妈一定会很满意。乔英能有几分？等排名出了，他可要好好找找，一起给爸妈看，才能做个鲜明对比。半小时后，排名公布，国际班的人打开投影仪屏幕查看成绩表，乔悠悠位列第7名，总分661。见状，同学们纷纷对着乔悠悠吹起了彩虹屁。可下一刻就又有人惊道：天哪，第1名这谁啊？怪物吗？总分713，第2名才702分啊！快看看哪个班的？5班第1名乔英，他不是成绩巨烂的吗？听到这声惊呼，角落里的陆晨忽然抬起头，他看着成绩单，半晌后笑着摇了摇头，那小书呆子还真是好学生啊，所以他是在讨厌他这个不参加考试的坏学生吗？而乔悠悠脸色惨白，他不可置信地站起身，不可能，我姐姐她在镇子上学习很差的，根本不可能考这么高。你的意思是，难道是抄的？乔悠悠定了定神，如果他真的做出这种事，可他话还没说完，教室后方忽然有人踢响了桌子，喊了一句闭嘴，全班人瞬间转头看去，乔悠悠脸色难看，对上陆晨的冰冷视线，他竟然腿软了。陆晨开口，一字一句很清晰，他在最后一个考场，前边没人，后边是我，左右两边考不过200分，他抄谁的？抄我的。乔悠悠的脸色青白交加，国际班里再也没人敢多一句嘴。而此时5班教室里也公开了排名，年级排名榜上第1位乔英713分，一切多余的解释都已经不需要了，谁能超出年级第1？乔英看着排名，脑海中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恭喜宿主获得改单据权限以及特殊奖励道具替换卡。当晚回家，乔氏把乔英考了全年级第1的消息告诉了父母，亲女儿10年没能接受到好的教育，却能考出这样的成绩。乔夫人有些激动，小英原来这么优秀，真不愧是爸爸妈妈的女儿。乔悠悠脸色无比难看，她考了年级第7，可在年级第1面前，她的成绩变得不值一提，而乔英却没什么波动，她的成绩都是自己学出来的，和血缘乔家的教育毫无关联。乔氏提醒道：所以英英考得这么好，有什么奖励吗？乔父才想起这件事，有，必须有。英英，这里边有20万，拿去当零花钱。乔悠悠也得到了奖励，但她只有5万。她突然生出了一种巨大的危机感。期中考后，乔英彻底成了学校里的名媛。之前群嘲她成绩时，没人想知道她长什么样子，但她成绩横扫全年级之后，天天都有人想过来把名字和脸对上号。傅宇轩也只能拿她戴口罩说事，我猜她下半张脸畸形，不然为什么天天挡着？女同学忽然想到了什么，轩轩，过几天就开校花评选了。今年的特别之处在于，评出来的校花校草要在之后的舞会上共跳一支舞，校草大概率还是陆晨，所以傅宇轩绝不想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。大家不是好奇乔英长什么样吗？到时候我们把她的照片也一起挂出来评选校花。傅宇轩觉得这个主意极好，到时候给乔英也报上名，他俩的照片会排列在一起。一想到自己能艳压乔英，成绩被虐的憋屈就消散了大半。下周有节游泳课，我就不信他能戴口罩游泳。角落里，乔英拿着改句子的权限，心态十分慎重。这种大额度权限必须用在关键剧情上。乔英做完今天的学习任务，去了趟厕所，他人在隔间，就听到外面的女生在议论她的容貌。听说这次那个年级第1长得很可怕，下半张脸畸形。
情，太惨了吧？难道这就是成绩好的代价吗？人生渐远，乔英竟然不知道外边都传成这样了。楼道里，人们看他的目光变得十分复杂。等他一走过去，就有人窃窃私语。乔英深吸一口气，干脆戴上耳机听歌，但没听2句，他一边的耳机忽然被人轻轻拽掉。一回头，他就看到了陆晨的脸。陆晨微微低头，只觉得小书呆子今天看他的目光格外明亮。他下意识地放轻了声音，在听什么？乔英忽然意识到，此情此景分外眼熟。前世陆晨也这样摘过他的耳机，然后戴在自己的耳朵上。那次他听的就是这首老歌。陆晨还说他也喜欢这首歌，看来他们会喜欢相同的东西。这次乔英才不会给他机会，他熟练地在剧本里找到陆晨戴上他的耳机，听到正在播放的老歌，这句话把老歌改成了佛经。而陆晨观察着他的神色，见他没有反对，唇角微翘，把耳机戴在了自己左耳上。然后他听到了阿玛的巴咪欧，少女眼神无辜。陆晨难得有些迟疑，你在听大明咒？乔英点点头，是的，提醒自己四大皆空。趁陆晨呆愣的瞬间，乔英扯回耳机，转身回了教室。等到乔英的背影消失在楼道里，陆晨才收回视线，低低笑了一声。几天后，校花校草的报名系统正式开放，国际班的人也在讨论这件事，都在说到时候要给乔悠悠投票。宋艺林过来串班玩，陈哥今年还上不？陆晨一脸看智障的表情看他，谭科踹了他一脚，你傻吧？去年陈哥也不是自己报的好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林子，我还帮你报名了校花呢，嘿嘿。就在这时，教室里忽然爆发出一阵惊呼，我去，这是我们年级第一，他就长这样啊！妈呀，好吓人！宋艺林愣了下，年级第一，他同桌乔英哪里长得吓人了？明明美得很。国际班的人拿着照片问乔悠悠，你姐姐真长这样啊？乔悠悠看了看照片，明显是技术合成的图，丑得惨不忍睹，但他并不想为乔英解释，于是含糊地点了点头。宋艺林抢了手机拿过来看，仔细看照片，上半张脸确实是乔英的，可下半张脸根本不是啊。陆晨扫了一眼，蹙起眉，谁发的？不知道啊。突然就在群里传开了。陆晨往椅背上靠了靠，余光里瞥见后门闪过一道熟悉身影，忽然起身追了过去。他今天也戴着耳机，不知道在听什么。陆晨走过去，轻轻摘了他的耳机。少女回过头的一瞬间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他居然感受到了一丝杀气。陆晨莫名有点想笑，刚才那张不好看的照片是不是他本人？陆晨觉得不太重要，他垂眸看他，你今天听的也是佛经吗？乔英连续碰到陆晨几次，心中已经开始警觉，但他观察陆晨的表情，好像又和前世那种看猎物的眼神不大一样。保险起见，乔英决定继续夯实书呆子人设。这一次，他主动把耳机递给他。陆晨怔了一怔，才从他手上接过耳机戴上。耳机内传来一道女音，英语听力，2019年新课标一卷。乔英在陆晨脸上捕捉到一丝愕然，顿时觉得很满意。等陆晨再回教室时，脸上带着一丝不明显的笑意。下午，乔英是真的不想上游泳课，但课代表说不去要给班级扣分。他虽没什么集体荣誉感，但也不想搞特殊。不过他不准备下水，他想就过去点个到。5班的其他人却都很兴奋，校花评选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这节游泳课是女生们绝佳的秀身材机会。5班和国际班的游泳课也是同一节。虽然陆晨去年就没上过游泳课，但女生们还是抱有一丝期待。游泳课的上一节课刚下课，全班同学就兴致勃勃地跑去了游泳馆。乔英是最后动身的，她进入更衣室，衣柜后边传来2个女生的对话：你看到没有，咱们年级第一也报名校花了，谁给她的勇气啊？她那个照片。乔英又是一阵无语，她得到了2个重要信息，和前世一样，又有不知名憨憨给她报了校花评选，还有人在传播她的照片，应该还是某种精修过的照片。她思来想去，立刻解锁下一页剧本，剧本上如是写着：游泳馆内，在百花齐放的泳装女孩中，还戴着口罩的乔英显得格格不入。忽然邢兰凑到她身边，乔英，你怎么不下水啊？乔英回了句怕冷，正想离开，却不料邢兰轻轻一推，她猝不及防地被推进了泳池。乔英看完剧本，将光笔移动到邢兰轻轻一推这句话上，把轻轻一推改成了脚底一滑，改掉了一个字和一个词。改完剧情，乔英才放心地走进游泳馆。看到乔英来了，傅宇轩和邢兰对视一眼，悄悄比了个手势。游泳课马上开始，门口却又响起一阵骚动。陆晨，陈哥来了。陆晨神情懒散，视线在整个场馆里扫了一圈，在看到5班最后边缩着的纤细身影时，唇角轻轻勾起。游泳老师点名开始上课后，让同学先各自热身。人群刚散开，邢兰忽然叫出声来：乔英同学，你怎么还戴着口罩呀？这一下，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在乔英身上。老师发现他，也微微皱眉：同学，上游泳课不能戴口罩的。乔英咳嗽了2声：老师，我感冒了，怕传染给同学。听到这话，老师也没再为难他。可傅宇轩他们知道他在撒谎，这下他们更加坚信了，乔英一定很丑，所以死都不肯露脸。乔英特意离泳池边远远的，但那2人精心策划了这么久，怎肯放过他？邢兰轻易的走来：你怎么不下水啊？乔英好心提醒：地上滑，你小心。邢兰笑着说了没事，然后就朝着乔英的后背伸出了手。与此同时，他脚底一滑，砰一声落进了泳池。乔英摇了摇头：我都说了让你小心点。可他一回头，忽然看到傅宇轩举着个不知道哪来的水桶，心里升起一股不祥预感。傅宇轩笑着，哗啦一下朝他泼了过来：乔同学，我们一起玩水啊！这桶水结结实实的泼到了乔英身上，连口罩都被冲得滑下来了些。乔英抹了下脸，他这下是真的动气了。傅宇轩已经招呼着扑了上来：哎呀，是口罩不能戴的。乔英抬手格挡，拧着他的手腕往下一压。傅宇轩立刻痛呼出声，骚动很快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。陆晨听到动静，回头看到这幅画面，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。他大步走去，傅宇轩也是豁出去了。他今天必须要让乔英露脸。他使出浑身力气，一把抓住口罩，狠狠往下一拽，心中默念丑八怪快现形。口罩的系绳崩断，乔英的脸终于露了出来。傅宇轩狂喜的神情还来不及升起就愣住了。不光是他，四周的人也忽然没了声音。口罩之下是一张漂亮至极的五官。而这时，陆晨冰冷的声音在乔英身后响起：